什么？去！大家注意看，一位黑人选手来中国参加发布会，竟然当众大力推搡咱们的中国选手。比赛还没开始，就发生了这样令人愤恨的事情。尽管一旁的主持人极力劝阻，但这位黑人小伙依然不依不饶。如果遇到一个暴脾气的选手，说不定这个小黑子当场就会被打进医院了。面对这种嚣张狂妄的行为，小编建议直接把对手送进 ICU， 让他体验一下中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其实外国选手来滑踢馆已经很常见了，而且在发布会上的各种无理行为也早已屡见不鲜。不过这次挑战中国拳坛的小黑子确实挺有个性，他叫姆巴佩，大家别误会，不是那个踢足球的姆巴佩哦。他的行为实在太恶劣了。中国方面为了能直接将这个小黑子 KO 终结，让他无话可说，派出了实力拳王王卓。可能很多老拳迷对王卓这个名字不太熟悉，其实他是咱们新生代的实力选手，在擂台上的表现非常出色，相信大家看完这场比赛后一定会对他印象深刻。这位黑人选手姆巴佩此次来华十分狂妄，还在赛前做出了抹脖子的挑衅动作。不过他确实有点本事，毕竟有着38连胜的战绩，在国内只有死神方面能够与他一较高下。当然，他的战绩是否有水分就不得而知了。小编相信王卓今天一定会在这场比赛中发挥出绝对实力，让这个小黑子赶紧回非洲去挖煤。那么废话不多说，希望屏幕前的各位中国拳迷长按点赞3秒，咱们直接来到今天的比赛现场。这个擂台虽然说是八角笼，但明显小了一圈。我们可以看到，穿红色拳套的是咱们的中国选手王卓，蓝色拳套的则是赛前叫嚣的小黑子姆巴佩。但走上擂台后，令人意外的是，这个赛前疯狂叫嚣挑衅的小黑子，竟然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被咱们的中国选手直接压在了擂台角落。姆巴佩马达加斯加选手，他是一位这个泰拳系的选手，他的进入比赛的状态是比较慢的，所以说王卓也是抓准这个机会，用自己身高臂展的优势，用自己重拳重击，想要在第一回合在对方身上拿到更多的便宜。其实，在称重仪式上来说的话，姆巴佩还是很具有这个表现力啊，然后对这个王卓推推搡搡的。但是王卓今天，对吧？咱们话不多说，擂台上见。时间在悄然流逝，这场比赛看起来就像是在开玩笑。黑人选手的实力与他赛前那狂妄的表现完全不匹配，简直就像是一个不怎么样的非洲留学生在场上被咱们的中国选手狠狠地压制和痛揍。双方在正面换拳时都显得有些无力，就像是回合制的比赛一样。但咱们的中国选手王卓的表现依然可圈可点，没有给小黑子任何占据上风的机会。利用身高优势继续把距离控制好，正蹬把对方踢开，不让对方近身，策略没有问题。再来一个中扫腿，变线踢，再加上后直。对方的话也是慢慢的适应了这个高强度的一个。小编现在回想起在发布会上，眼前的黑人选手对咱们的中国选手王卓又是踢腿又是抹脖子的挑衅，真搞不懂他哪来的勇气。现在想想，他当时的所有行为就像是喝醉酒给自己壮胆似的。明明是有着38连胜战绩的选手，却在咱们年仅18岁的中国小将王卓面前表现得如此被动。勾拳有一点效果，蹬腿，对方接腿的话没有更多的动作进行这个配合。刚才这一下还是非常有效的，明显的进攻优势。姆巴佩应该是拳法上面跟王卓比起来还是有点差距。终于第一回合的比赛到此结束，黑人选手凭借着自身的身体素质，在这一回合中硬扛住了王卓的主动攻击。不过今天的这场比赛是以击打方式来累计点数，而不是看谁能扛，并不是扛得多就能获胜。如果不是靠着小黑子的这种身体素质支撑着，可能他现在都有点想放弃比赛的意思了。话说回来，咱们的中国选手王卓虽然年仅18岁，但在场上表现得十分沉稳，一点也不像愣头青，他的战术打法都非常恰当。自己很舒服的能打到对方，对方的话攻击不到自己，明显上面身高臂展的优势，打控制漂亮，击下打上，勾拳击腹，然后再来摆拳击头。最后的10秒钟，鞭腿击中对方的一个肋部位置，对方也是换架，后手直拳2下。镜头一转，我们现在来到了第二回合。虽然这个小黑子叫姆巴佩，但他的言行举止和足球巨星姆巴佩简直是天差地别。看他的样子，更像是一个半吊子、到处晃荡的地痞小混混。或许有可能是赛事方从哪里找来的非洲留学生吧。这场比赛他的表现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精彩，不管是进攻还是防守，都表现得中规中矩，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咱们的中国选手王卓应该也是摸清了这一点，知道了对手的真实水平之后，选择加强自己的进攻，以此来进一步对对手进行试探。鞭腿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啊。
现在就在看有没有更好的机会将对方击倒了。后手摆刚好命中耳根，再击打腹部，对方的防守有点被打穿了，但是这一轮进攻好像要作罢吗？对方有点扛不住了，还有没有可以继续进攻的机会？膝撞1-2，再来一次。低扫，对方的腿已经开始发飘了。突然，只见那黑人小伙俯身蹲地，大家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过裁判很快就跑过来询问情况，这才得知，原来是刚才王卓那一脚威力实在太大，而对手的身体反应又太慢，疼痛感这才姗姗来迟。但裁判并不会因此而将比赛叫停，给他任何休息时间，而是对他进行了读秒。王卓会放过你吗？我感觉王卓还可以继续进攻。再来，后手直拳命中腹部，再来。这个重拳都是非常有力的打击到对方的头部和腹部的。好，再来中扫，变线贴。王卓在寻找很好的进攻角度，对方已经完全被打虚了。姆巴佩节节败。王者在这场比赛中打出的拳头确实十分频繁，出现的速度也很快。原本以为比赛进行到现在，王卓的体能可能会有所下降，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王卓仿佛有着使不完的力气，而小黑子则十分被动，只能老老实实的承受王卓对他的压制。如果小黑子是一个木头人，这时候估计都要被打得木屑乱飞了。为我们的比赛增加了不同的气氛，当然我们现场的气氛更加热烈，对不对？让我们给王卓加油！转身后摆腿，王卓压制到对方，贴近围笼边，顶着对方打，这个位置很好输出。对方的防守几乎等于没有，报价已经拿低了，体能已经有点顶不住了。但这回合感觉时间已经不多了呀！再来膝撞，很漂亮。镜头一转，我们来到了第3回合。尽管在前2个回合中，王卓一直都在主动进攻，但到目前为止，他在体力方面并没有出现问题，而黑人选手的战术则和之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或许在他看来，咱们的中国选手实力比较单一，不会有战术上的改变，所以他没有做赛前准备。不过就目前的局势来看，小黑子只能依靠自己的身体素质苦苦支撑着。如果换作是一个普通人，估计这个时候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迎击拳也是打过来，但是距离不够。再来前手摆拳已经开始乱了，姆巴佩。哎，漂亮！这个中段扫地是有效果的。再来一次，还有没有继续跟进的重拳？刚才的摆拳击腹、后手直拳击腹都很有效果。哎，古井膝撞。比赛里边的膝是只允许1次啊，不能够持续连吸。哎，对，知道，记住了。王卓又降缓了自己节奏，直接朝对方头去了，转身后蹬，再来一个正蹬腿。王卓已经开始非常的放。面对那些嚣张跋扈前来踢馆的黑人选手，我们只需派出实力强劲的中国小伙，让他领略中国功夫的厉害。很明显，这黑人选手赛前那嚣张的气焰，此刻已经全然消失。什么38连胜，在中国选手面前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一缕青烟罢了。按照这种打法，就算派来非洲100连胜的选手，恐怕也会是同样的下场。好啊，这个头部接腿迎接，前手刺拳，再来后手迎接，前刺后直，点位打低了，把你的报价打下去，再击打头部，打得很聪明，把你的手一直在按照我的节奏来进行调换。漂亮，砸拳砸到头部。但是姆巴佩这个抗击打能力还是真的强啊！进到这么多次的一个重击还没有倒下，右手后手正拳命中面门，接腿，哇，直接带摔，又在。比赛结束了，咱们的王卓凭借着强大的实力成功赢得了这场比赛。不过有些遗憾的是，这场比赛没能提前终结，硬是拖到了比赛最终结束，以点数获胜。以王卓的实力来看，他完全有能力以 KO 的方式击败对手。而赛后，小黑子也是灰溜溜的逃走了。那么大家觉得王卓的实力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我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